早餐到。哇，哦，这么多，吃什么啊？看什么呢？吃啊！来，你多吃点。小岛，我来给你们送点吃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怕你们吃不惯这里的菜，然后我就自己做了点便当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没什么。哎，别嫌弃，尝尝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啊！我还是吃面包吧。我比较喜欢面包。我也是。张瑞，我是维克多。好，你们也注意安全。维克多说，龙坤的手下已经全部撤离博物馆。突然间吗？应该是有一些别的计划。不管怎么样，博物馆最近的安保一定要加强。小飞，如果你没事的话，要不去协助维克多？我得保证你的安全。我没事。龙坤的手下暂时应该找不到这里。博物馆突然撤人，我想应该是有别的行动。不管怎么样，玉木不能有任何闪失。鹏飞，你去吧，这儿有我就行。我也可以留下来保护庄先生，这也是中川先生的意思。谢谢你，谢谢中川先生。少说话呀！小飞，没别的事的话，你先去吧。你跟我一起去。我要陪着小瑞瑞。你跟我去，我怕万一这边有事儿，你会拖小瑞后腿。我拖后腿？我？嘿，У нас проблема. Побігли.配合的不错。Уводить. 周瑞，
说要过来跟我们会合吗？怎么这么久还没到啊？再等等。庄瑞，又见面了。哎，年轻人就是太心急，干嘛那么冲动啊？咱们俩那么长时间没见了，你就好好坐那儿，慢慢聊聊，喝点茶什么的。为什么？我一直告诉自己，凶手不是你，不是你。为什么？那你挡在我面前，面对秦浩然的枪口的时候，也是你设计好的。秦浩然，他太愚蠢了，怎么办呢？秦浩然，你要敢伤害庄瑞的话，你得先从我尸体上迈过去。你真以为我不敢动手？大不了鱼死网破，同归于尽。你故意激他，你故意激他开枪。当着警察的面，他怎么有机会扣扳机呢？而且留着他的命，对我永远是个威胁。我一直敬你是师长，是榜样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犯。我不是也对你一再寄予厚望吗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接班人不二人选，结果呢？孺子不可教也，可惜了。可惜了，你有这一双自诩能够看透万事万物的眼睛，居然一直没看到摆在眼皮底下的证据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啊？古巅峰这个人你也知道啊，是有点聒噪，总是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儿，又叫我怎么办呢？本来我以为当年知情那些人都已经死了，没想到还落下一个古天风，而且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居然给他找到一些线索，而且还跟中春良介取得联系。你说我怎么办？也怪我一时不小心吧，让庄启明那封信里头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，要不然他也不是非死不可。你看，好歹他是一个算有真本事的人嘛，是吧？要不然你说让我怎么办呢？他要不死的话，我不就危险了吗，孩子？唉，其实啊，他这辈子也该知足了。要不是庄启明代替他去甘肃参加那一次的科考行动，他早死了。你别心疼了。小瑞被龙坤的人劫走了。那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小岛呢？小岛也失踪了，应该是跟庄瑞一起被抓走的。先歇会儿。我们发现你的时候，你已经倒在巷子里了。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庄瑞。
你也别太自责了，你自己没事就好。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想办法救小瑞和小岛明子。我现在就去。我也去。大家先冷静一下。我们都不知道关庄瑞和小岛的地点，怎么去营救？而且龙坤拥有不小的势力，就算你们两个个人能力再强，以少敌多，总不是最好的计策吧？庄瑞身份特殊，应该没有生命危险。我们还有时间。现在首要的是把玉木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中川先生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人命关天，你还关心那块玉？难道那块玉比小瑞跟小岛的生命还重要吗？彭先生，如果玉木失守，我们就失去了谈判最后的机会。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玉木换回庄先生和小岛的性命。中川说的没错，只要玉木还在我们的手里，他们不敢对庄先生和小岛怎么样。各位不要着急，我尽快会查出关押庄先生的地点。你以为是什么事情让你有了现今的成就？是努力吗？还是天赋啊？不是，什么都不是，就是那个黄金瞳啊！黄金瞳改变了你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所有跟他有关系人的命运，当然也包括我。你是你，我是我。没错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就是一个没爹的野种。啊，我母亲改嫁之后没多久就把我给甩了，抛弃了。我告诉你，那年头光是生存这件事情，就难如登天呐。你不明白，你知道一个人他饥饿到极限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啊，竟遭人白眼，头颅永远低垂，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感觉？那叫人生低谷啊！我一出生就是人生低谷啊！什么叫出人头地？我连想都不敢想，除非有机会来了。万一真有什么机会来了，我是拼着命我都要把他给抓到，你明白吗？40年前的冬天，一个科考队到了我们村子里。向导是个肥差，村子里的人就你争我夺，哎，偏偏庄启明他大发慈悲，他就选了我当向导。好的，那我就带着科考队走，找到冯全木。啊，那至于在冯全木里面发生那件意外，啊，真的是彻底的改变了我的命运。40年前的冬天。一个科考队到了我们村子里，向导是个肥差，村子里的人就你争我夺，哎，偏偏庄启明他大发慈悲，他就选了我当向导。好的，那我就带着科考队走，找到冯全木。啊，那至于在冯全木里面发生那件意外，啊，真的是彻底的改变了我的命运。中川，救我！救你！我一定救你！我一定把你从这带出去！你要相信我！
家逃出去之后，就找到一个村子去养伤。那么养伤期间呢，我发现中川洋平的眼睛有所异常，我就很疑惑，然后我就开始秘密的、小心的观察中川洋平的一举一动。没想到后来，竟然被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。中川，你的眼睛到底能看到什么？我好像能通过物体的表面看到内部。与冯权的描述一致。冯权墓中的壁画讲述了他双眼获得异能的过程，而他双眼的异状跟你现在的情况一模一样。你是说，那些眼睛的图腾是冯权设计的一种符号？爆炸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手里面拿着那块玉木？你是说那块镇息石吗？嗯。爆炸的时候好像被震碎了。我觉得你眼睛的异状应该和玉木有关。跟玉木有关？中川洋平运气好，让他从我手里逃了。可是你爷爷庄启明呢？可惜我在他身上没发现玉木。我爷爷果然是你杀的。那你不知道，我发现你爷爷的时候他已经快死了。我捅了他几刀，他还跑那么快，你说是不是他蠢？你这个疯子！你不要冲动，你不要冲动，孩子。我跟你讲啊，关键是什么呢？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都没找到的东西，你却这么轻轻松松的就拥有了，这是我关心的。你怎么不把我给杀了？我怎么舍得杀你呢？我需要你好好的活着。小岛，很惊讶吗？要不然你以为呢？我怎么会知道古天风是个知情之人呢？哦，想不到啊，在这儿能遇上中川的后人。您认识家父？哼，岂止是认识啊！看来您跟家父还有着怎样的渊源？当年的考古行动，本来是我和中川洋平一起去的，可是后来庄启明替我前往，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。这些通信和当年的资料，到现在还在我手里保存着。原来是这样。想不到当年考古队的事情，还有一个知情人。哼，凡是发生过的事情，一定会有人知道。小瑞，你需要休息一下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庄瑞有消息了吗？他们还没有将玉木拿到手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只要他们行动，我们就会有机会。现在只能这么想了。狒狒有线索了。
这是在哪儿拍的呀？我的人在社区咖啡馆旁边拍到的，不过之后就跟丢了。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呀？没见过。眼下龙坤明明知道我们在四处找他，还迫不及待地去见这个人，说明这个人的身份不简单。这个人看着有点眼熟。一个乌克兰人，你怎么会眼熟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在留学的时候，这个人来过我们学校做过讲座。乌克兰脑科教授彼得洛维奇先生，我就说我没记错吧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一个医科权威，为什么会和龙坤混在一起？他们肯定是要对小瑞下手了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小瑞在他们手上非常危险。叶莲娜，如果有龙坤的任何消息，请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们。好。小云，你去找一下彼得洛维奇的联系方式。放心，我肯定找到他。